我得了一种会重复死去的怪病，只有和真心待我的兽人结契，才能跳出循环，飞升成仙。然而我每一世选择的兽人，都会巧合地对我的师姐苏荷死心塌地。上世我选择了实力强大的人鱼，可他却嫌弃我不够温柔，对苏荷一见倾心，甚至在宗门比试中，为了替苏荷挡灾，他眼睁睁看着我被其他兽人撕碎，让我重来一世。既然人鱼嫌弃我，上一世我便选择了苏荷曾经选过的白虎。白虎一族的忠诚是我最想要的，可谁知我跟白虎契约后，他确实很忠诚，只不过一如既往的忠诚于苏荷。为了与我解除契约，他不惜自断玉爪，也要亲手杀了我。临死前，我不甘质问：你既然不愿意，为什么当初不拒绝？他只是冷冷看着我。我当时只需要一个能把我从兽场带走的人。苏荷则在一旁假惺惺地说：他原本是要带我走的，可惜被你抢先了。若不是你，我本可以和他结契。我死不瞑目，而后又重生了。这次我发誓，再也不选与苏荷有半点牵连的兽人。我在兽群里来回调，却迟迟没有心仪之选。父亲望着我：阿青可是没有看上呢。我看那人鱼和白虎都不错，人鱼一族实力强悍，契约后你的修为必能更进一步。白虎已有神兽血脉，杀伐果断，攻守兼备，他也不差。我疯狂摇头，前两世我都是过了，他们的确都很强，因此我的死法都不太安详。父亲叹息：可你这次不选，就得再等4年。4年虽不算久，但对我们灵修来说，足以拉开一大截差距。父亲说过，他没有其他子嗣，族长之位将来必是我的。可这世界向来以强者为尊，即便父亲愿传位，我也得有足够的实力。人鱼与白虎正是他精心为我寻来的，不管选谁都是助力，其他兽人都平平无奇。这也是我前两世为何会在这两者间抉择的原因。我叹息一声，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，这2只兽人是绝不能选的。我绕了一圈，正要选，手才伸向旁边的一只金狮，手腕就被一条冰凉乏腻的尾巴死死缠住。与此同时，脑海中蓦地响起一个声音：够了，气死本尊了！你会不会选灵兽？我惊讶低头，只见一条通体漆黑的小蛇正昂着头，用那双金色的树瞳冷冷地盯着我。看什么看？难道我还不如那2个畜生？选我啊！我可不想再陪你重生了。我四下看了看，确定是他后，划破指尖将鲜血滴在他额头上，气纹凭空浮现，契约已成。然而这条小蛇却依旧是蛇。按理说，契约完成后，兽原应立刻放行。他傲娇地顺着我的手臂游到我肩头盘好，吐着信子。看什么看？本尊还没完全恢复，自然变不了人形。父亲见我契约了一条看起来毫无灵力的小蛇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如前世一般。接下来轮到师姐出场，她自幼失去双亲，寄养在我家，爹娘待她与待我一视同仁。苏荷生得极美，一站出来，我便不自觉瞥向肩上的小蛇，它像看穿我心思般，在脑海中轻哼：这种货色，本尊才瞧不上。只有那2个蠢货才会被迷得团团转，最后甘愿为那女人赴死。说到这，他似乎想起什么，咬牙切齿：你该死的灵书位与本尊一致，导致被强行绑定生死轮回。本尊竟随你重生的2世，每次都在本尊即将大成飞升之际，实在气人。我对此也是不明所以，小心翼翼地在心底问：你不会是来报复我的吧？话虽如此，但我明白他绝不会这么做。若他杀了我，只怕还得跟我再重生一次，所以他不仅不会杀我，还得护着我。想到这，我不由嘿嘿一笑，转头便对上他依旧傲娇的神情，那小舌头高高昂起。哼，本尊才懒得对你动手。他目光转向苏荷，带着几分恶意。你说这次人鱼和白虎你都没选，那苏荷会选谁？我也好奇，前2世都是我先选他捡剩下的，他们因此以为若不是我抢先，苏荷必会选他们。这一次我将2者都留给他，他到底更喜爱谁呢？苏荷站在人鱼与白虎面前，神情犹豫，而2兽眼底满怀期待。他们天赋修为俱佳，容貌出众，被他选中，自然欣喜。可人一生只能契约一兽，他必须从2者中择一人。白虎相貌冷峻，身姿挺拔，人鱼容颜妖冶，气质阴柔。苏荷只是迟疑片刻，便指向白虎：我选你。他刚要划开指尖，却被旁边的人鱼扯住裙摆：小姐，选我吧，我很强，可以护你。看着他卑微的模样，我不由想起上世他为了苏荷推我出去送死的冷漠神情。我正怒火上涌，耳边立马响起顾九幽嫌弃的声音：这死鱼也就是你前2世瞎了眼才会看上，连本尊的一片鳞片都比不上，不过是些忘恩负义的宵小之辈，待日后你修为提升，将他们斩杀干净便是。顾九幽丝丝的冷哼一声，满脸鄙夷，而那人鱼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苏荷，急切地为自己争取。这只白虎虽然凶猛，却未必懂得怜香惜玉，我实力强悍，必能助小姐修为更上一层。白虎那双充满野性的眼睛望向苏荷：小姐真的要选这条冰块鱼吗？我们虎族乃万兽之王，主杀伐，只要觉醒更进血脉，便能逆天改命，比这鱼妖可强多了。2兽争宠的场面引得族中姐妹纷纷探头看了过来。苏荷神情有些无措，她轻轻叹了口气：其实你们都很强，但人类一生只能契约一兽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。她忽地抬眸望向我：师妹，若是你会怎么选？她话音落下，
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到我身上。若不是经历过前两世，我怕是会觉得苏荷只是单纯的求助，我才不要再次成为他们 play 中的一环。我勾唇一笑，这种事我哪能插嘴？师姐，你就按自己的喜好挑吧。苏荷偏头思索片刻，依旧伸手指向白虎。就你了。他又看着人鱼，语带歉意。你也很优秀，自然会有族中姐妹选中你。人鱼的目光暗淡下来，很快就被其他姐妹带走。苏荷顺利与白虎结契后，白虎成功化形，他随即牵着苏荷走到我面前，故作天真的看着我肩头盘着的小黑蛇。这小蛇啊，真特别，要是师妹没带走它，我都要心动了呢。顾九幽只是淡淡用尾巴尖扫了一下空气，懒得搭理。我很满意，前两世苏荷也是这样说，一开口就让我的兽人期待的望着他。师姐，你这样说，不怕你的兽人伤心吗？说罢，我还特意同情地看了一眼白虎。苏荷脸色微微一僵，而后朝我露出无辜的笑容。师妹，人家只是好心夸夸你的小兽，我选的自然是最好的。接下来，契约成功的族人都需留在族内与兽人培养契合度，可顾九幽却说不必如此，你2次都死在那2只兽人手里，归根结底是自己实力不够。他昂起小小的舌头，树瞳中满是轻蔑。所有的恐惧源于武力不足。阿青，这一世你必须自己修行，不要依赖兽人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。我会盯着你变强。我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请求父亲让我去族中试炼场历练。父亲听后神情欣慰，好孩子，你能想得如此透彻，很好。我与顾九幽一同进入试炼场，这里妖兽与怪物无数。父亲临行前叮嘱，以我目前的实力，只能在试炼场外围活动。我谨记父亲的嘱咐，起初一切顺利，可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。顾九幽虽未化形，但速度极快，每天都会游出去转悠，回来时身后总引着一群高阶妖兽。我在试炼场日复一日的逃命，顾九幽则悠哉地盘在一棵高树上，还不忘传音教训我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现在的努力，将来会有10倍回报。我恨恨瞪着他。那你为什么不努力？顾九幽吐了吐信子，无辜地看着我。我从小就得了怪病，大夫说我胃不好，不能吃苦。反正我们修为共享，你变强，我自然也厉害。你一人吃苦，总比我们俩一起受罪好，不是吗？我想反驳，却被身后逼近的妖兽打断。试炼场里，别人最多待10天半月就出来，而我与顾九幽整整待了1年。场里的妖兽几乎都被我揍过。刚开始是他们追着我跑，我连睡觉都不敢安稳，一闭眼就可能有妖兽扑出来。渐渐的，我的逃跑变得游刃有余。可顾九幽又看不惯，说逃跑没用，要正面迎战才行。于是我又每天都被妖兽打得鼻青脸肿。顾九幽从来不懂得怜香惜玉，他说在他眼里没有男女之分，只有强者与弱者。我就这样被妖兽揍了整整几个月，我甚至搞不清到底是我变得更耐揍了，还是我的实力真的增长了。渐渐的，我开始反击，直到走出试炼场的那一天，秘境里的妖兽们一个比一个兴奋，他们甚至还拖来几只野味让我带回去吃，仿佛在欢送瘟神。在里面待了那么久，见到这一幕，我竟有些舍不得离开。可我还来不及和他们上演一出依依不舍，就被带头的抱妖一脚踹出了试炼场。父亲早早就等在外面，看到我出现，他明显松了口气。阿青，你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才出来？他话音刚落，师姐便从他身后探出头来。师妹这么久没出来，一定变得更厉害了吧？我看着他轻笑点头，还行。我的话让他一噎，倒是他旁边的白虎不屑道：荷儿放心，我会努力修炼保护你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可不和某些废物兽人一样，还要主人自己拼命。父亲淡淡扫了他一眼，走吧，先回家。回到家，我第一眼就看见远处本该与族中姐妹契约的人鱼，此刻却在那静静等着苏荷。苏荷垂下眼眸，我去看看他，上次我没选他，所以他一直缠着我。白虎立刻露出凶相，虎目圆睁。荷儿，你就是太心软了，让我去把他赶走。不用，我去和他说说就好。我站在原地，顾九幽盘在我的手腕上，伪装成一个黑玉镯子，冷冷传音。死绿茶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苏荷才回来，那人鱼却神情失落地离开了。3天后，族中发生了一桩大事，那件大事便是家族1年1度的灵兽大比，这是检验族中子弟与契约兽默契与实力的关键时刻，也是确立族中地位的修罗场。前2世我都是在这场大比中，因为契约兽的心不在焉而惨败，沦为全族的笑柄，也让父亲颜面扫地。演武场上人声鼎沸，苏荷穿着一身飘逸的白裙，站在擂台中央，宛如9天玄女。她身旁的白虎威风凛凛，周身散发着凌厉的庚金之气，一声虎啸，震得台下众人心神激荡。苏荷小姐不愧是天才，竟然契约了如此强大的白虎。是啊，那白虎恐怕也有3阶巅峰的实力，这次大比的魁首非他莫属了。听着周围的赞美，苏荷脸上挂着谦逊的笑，目光却若有似无地飘向我这边，柔声道：师妹，你才刚从试炼场出来，那小蛇看起来又若是身体不适，不如弃权吧，大家都会理解的，毕竟安全第一。他身旁的白虎更是口吐人言，满眼不屑。荷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像他这种契约了废物的弱者，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。那条黑泥鳅，怕是连我一声吼都受不住。我手腕上的黑玉镯动了动，顾九幽懒洋洋的声音在我脑海炸响：这只蠢猫是不是脑子被门挤了？叫谁黑泥鳅呢？阿青，去给我把他的牙打掉。我安抚地摸了摸他的鳞片，示意他稍安勿躁。多谢师姐关心。我一步步走上擂台，
神色平静。不过既然是比试，自然没有未战先怯的道理。苏荷眼中闪过一丝轻蔑，随即眼唇轻笑。既然师妹坚持，那便点到为止。白虎，一会儿下手轻些，别伤了师妹。白虎冷哼一声，看在荷儿的面子上，我让你3招。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试开始。台下众人纷纷摇头，似乎已经看到了我被白虎拍飞的惨状。白虎傲慢地站在原地，甚至连护体灵光都没开。我没有召唤顾九幽，而是活动了一下手腕。在试炼场的那一年，被那些高阶妖兽追杀的日子里，我学会了一个道理：废话少说，直接动手。轰！我脚下的青石板猛然炸裂，身形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。白虎原本戏谑的虎瞳瞬间收缩，他显然没料到我一个灵修，速度竟然比风系妖兽还快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欺身而上，没有花哨的灵术，只有在无数次生死搏杀中练就的一技之拳，狠狠砸在他的鼻梁上。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那头威风凛凛的白虎如同断线的风筝，直接被打飞出了擂台，重重地砸在远处的石柱上，激起一片尘土。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苏荷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维持着那个眼唇的动作，看起来滑稽可笑。我站在擂台中央，吹了吹拳头上的灰尘，淡然道：承让了，看来白虎兄的3招确实让得很彻底。顾九幽在我脑海里疯狂嘲笑。看到那蠢猫的表情了吗？爽，太爽了。不过阿青，你刚才那一拳力道稍微偏了点，要是再往下3寸，能直接把他下巴卸了。裁判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结结巴巴地宣布：胜者阿青。台下瞬间炸开了锅。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大小姐一拳就把白虎打飞了。他甚至没用灵兽帮忙，这是什么怪力？父亲坐在高台上，激动的胡子都在颤抖，眼中满是骄傲。苏荷脸色苍白地跑下台去查看白虎的伤势。白虎鼻青脸肿，呜呜咽咽地告状：荷儿，他使诈，他肯定用了什么卑鄙的法器，灵修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？苏荷心疼地摸着他的头，转头看向我时，眼眶已经红了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。师妹，不过是切磋，你为何下如此重手？白虎他也是为了让你才没还手的啊。我还没说话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：苏小姐说的对，大小姐如此狠毒，未免太不顾同门之意了。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那个人鱼正阴沉着脸走来。他虽然没有被苏荷选中，却依旧像个护卫一样守在不远处。他看着受伤的白虎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，但更多的是为了讨好苏荷的狠力。他转头看向我，周身水气弥漫，杀意凛然。既然大小姐实力如此强横，不如让我来领教一下。这是要车轮战？顾九幽冷笑：瞧瞧，这只舔狗又来了。前2世就是这副德行，为了那个女人，连脑子都不要了。我看着人鱼，心中冷意翻涌。上一世，他就是用这副正义凛然的嘴脸，为了保护苏荷，将我推向深渊。你想替他出头？我挑眉，人鱼冷哼：我只是看不惯有人仗势欺人。好啊，我勾唇一笑，眼中没有丝毫惧意。既然你想打，那就上来。不过这次我可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人鱼纵身跃上擂台，手中幻化出一柄3叉戟，周围的水元素疯狂汇聚，空气变得湿润而粘稠。阿青，小心！顾九幽的声音难得正经了几分。这死鱼虽然脑子不好，但实力确实接近4阶，而且水系功法擅长缠斗，别被他困住。我在心底回道：放心，在试炼场我杀过的水妖没有1000也有800。人鱼没有白虎那么轻敌，一上来便使出了全力。水牢术，无数水流化作绳索向我缠绕而来，我身形闪动，凭借着在试炼场练就的诡异身法，在水流的缝隙中穿梭。只会躲吗？人鱼嘲讽道，手中的3叉戟猛地刺向我的落脚点。就在这时，一直盘在我手腕上的顾九幽突然探出了头，他张开嘴，并没有发出声音，但我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擂台，那是来自上位者的血脉压制。人鱼原本流畅的动作猛地一僵，眼底闪过一丝源自灵魂深处的惊恐，那是一种遇到天敌般的战力。就是这一瞬间的破绽，我抓住机会，欺身而入，一脚踹在他握着3叉戟的手腕上，随后借力腾空，一记鞭腿狠狠抽在他的侧颈。哼！人鱼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直接昏死过去，像条死鱼一样瘫软在地上。我稳稳落地，轻轻抚摸了一下手腕上的黑玉镯，在心里笑道：谢了，九幽。顾九幽傲娇地哼了一声。本尊只是嫌他太吵了，才不是为了帮你。全场再次陷入死寂。如果说打败白虎是侥幸，那秒杀人鱼就是绝对的实力。苏荷站在台下，看着接连倒下的2个护花使者，脸色终于彻底变了。他看着我，眼中第一次出现了名为忌惮的情绪。而我站在高台之上，迎着所有人震惊、敬畏的目光，只觉得前2世积压在心头的郁气终于散去了一些。家族大比之后，我在族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前那些对我虽客气却暗含轻视的族老们，如今见了我一个个笑得像朵盛开的菊花，张口闭口便是后生可畏，族长后继有人。反观苏荷，
虽然依旧是一副楚楚可怜、人见人爱的模样，但那日在擂台上的失态，终究是在众人心中留下了一根刺。尤其是那些原本对他爱慕有加的年轻子弟，看着被我打得半残的白虎和人鱼，眼神中多了几分迟疑。毕竟美人虽好，但若是个只会惹祸却无力自保的花瓶，甚至连累契约受重伤，那便要重新考量了。苏荷显然也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。几日后，我正在院中修炼，顾九幽懒洋洋地挂在树梢上晒太阳，苏荷便带着一身药香走了进来。师妹，她端着一碗汤药，脸上挂着温柔的近乎虚假的笑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补气汤，那日大比你消耗颇大，快趁热喝了吧。我瞥了一眼那碗汤药，还没说话，脑海中便响起了顾九幽的声音，别喝，里面加了散灵草，虽然分量极轻，平时看不出来，但长期服用会损伤根基，让你修为停滞不前。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师姐有心了。不过我最近修炼到了瓶颈，父亲说不宜进补，这汤还是师姐自己留着喝吧，毕竟照顾白虎也挺累的。苏荷面色一僵，端着碗的手微微收紧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师妹，这是还在怪我吗？我知道那天白虎冲撞了你，可他也是无心的，我只是想弥补一二。说着，两行清泪便顺着脸颊滑落，那模样真是我见犹怜。恰巧此时，几个族中子弟路过院门，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停下了脚步。苏荷见状，哭得更伤心了。师妹若是不肯原谅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。说着，他做事就要下跪，按照以往的套路。这时候那些怜香惜玉的男弟子们就该冲进来指责我欺负弱小了。然而还没等他的膝盖弯下去，一道黑影突然从树上窜了下来，顾九幽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，直接撞翻了苏荷手中的药碗，滚烫的汤药泼洒出来，溅了苏荷一身。啊！苏荷惊叫一声，狼狈的后退几步，原本准备好的下跪姿势瞬间变成了踉跄跌倒。哎呀，师姐小心！我故作惊讶的喊了一声，却并没有伸手去扶，而是站在原地看着他摔了个狗吃屎。顾九幽重新窜回我肩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苏荷，那双金色的树瞳中满是细血。他在我脑海里说到，本尊只是看那碗药不顺眼，顺便帮你测试一下这女人的平衡感，看来不怎么样吗？门口的几个族中子弟面面相觑，想笑又不敢笑。苏荷趴在地上，一身白裙沾满了泥土和药渍，发髻也散乱了，哪里还有半点平日里仙气飘飘的样子。他抬起头，满脸委屈地看向我，正要开口控诉我的灵兽行凶，我却抢先一步，一脸痛心地指着地上的药渍，师姐，你看，连我的小蛇都知道这样有问题，宁愿打翻也不让我喝，你竟然想害我！苏荷一愣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只是普通的补气汤，普通的补气汤。我冷笑一声，蹲下身，指尖沾了一点残余的药液，灵力催动，那药液瞬间化作一缕青烟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酸涩味，散灵草的味道。师姐身为灵修，不会闻不出来吧？此言一出，门口围观的众人一片哗然。散灵草那可是禁药啊，长期服用会毁人根基的。天哪，苏荷小姐竟然给大小姐下这种药，这也太恶毒了吧！亏我以前还觉得她温柔善良，没想到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苏荷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颤抖着嘴唇想要辩解，不是的，我不知道，这药也是别人给我的啊，别人给的。我步步紧逼，那是谁给的？师姐不妨说出来，我们去当面对质。苏荷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这药本就是他自己偷偷配的，哪里有什么别人？就在这时，一道白影从院外冲了进来，正是伤势未愈的白虎。荷儿，你怎么了？白虎看到苏荷狼狈的模样，顿时怒火中烧，转头冲我吼道：又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欺负荷儿还不够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蠢货，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到底是谁在害谁？白虎一愣，这才注意到地上的药渍和周围指指点点的众人。这药里有散灵草，我指着地上的痕迹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你的好荷儿，想毁了我的修为。白虎不可置信地看向苏荷，荷儿，这是真的吗？苏荷慌乱地摇头，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。不是的，小白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被冤枉的。看着他这副死不认账的模样，我心中一阵厌烦。够了！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，父亲不知何时出现在了院门口，他面沉如水，目光锐利地扫过地上的药渍，最后定格在苏荷身上。苏荷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父亲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念在你父母与我有救的份上，我不杀你，但从今日起，你搬去后山的静思崖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踏出半步。静思崖，那是族中惩罚犯错弟子的地方，环境恶劣，灵气稀薄。苏荷闻言，身子一软，彻底瘫倒在地。白虎还想求情，却被父亲一个眼神制止，你若是想陪他，也可以一起去。白虎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闭上了。他虽然蠢，但也知道静思崖是什么地方，那里不仅无法修炼，甚至可能会让他的修为倒退。看着苏荷被执法弟子拖走的背影，我心中并没有太多的快意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顾九幽在我脑海里轻哼一声，这就完了，太便宜他了。要我说，直接杀了了事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急什么？有些时候活着比死了更痛苦，而且如果不让他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，我又怎么能彻底斩断这该死的循环呢？顾九幽沉默了片刻，随即傲娇地扭过头，哼，随你便，反正有本尊在，
他翻不出什么浪花。我笑了笑，转身回屋。苏荷被关进静思崖后，组里清静了不少，没有了那股若有似无的绿茶味，连空气都清新了几分。我抓紧时间修炼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便是在演武场打磨武技，或是进入顾九幽帮我开启的意识空间里进行地狱式特训。顾九幽虽然嘴上毒舌，教起人来却毫不含糊，他似乎通晓万族功法，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破绽。太慢了，出拳的时候别犹豫，犹豫就会败北。你的灵力是摆设吗？附着在拳头上，不要只用蛮力。再来，今天不把这招练成，别想吃饭。在他的魔鬼训练下，我的修为虽然只是稳步提升到了筑基后期，但实战能力却突飞猛进。现在的我，即使不动用灵力，单凭肉身力量和格斗技巧，也能轻易放倒同阶的妖兽。平静的日子持续了1个月，直到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。那天深夜，我刚结束修炼，准备休息，手腕上的顾九幽突然惊醒，蛇身猛地绷紧，那双金色的树瞳死死盯着后山的方向。怎么了？我心中一凛，连忙问道。有东西出来了。顾九幽的声音低沉而凝重，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。就在静思崖那边。静思崖，苏荷，我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去看看。我披上外衣，悄无声息地翻出院墙，向着后山掠去。静思崖位于家族驻地的最边缘，是一处终年云雾缭绕的险峰。平日里这里除了看守的弟子，鲜有人质。然而今晚，静思崖周围却静得可怕，连原本应该存在的虫鸣鸟叫都消失了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我和顾九幽潜伏在草丛中，远远望去，只见负责看守的2名弟子正歪歪斜斜地靠在石壁上，生死不知。而在静思崖的入口处，一道黑影正静静地伫立着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我认出了那道身影。正是那个对我恨之入骨的人鱼，他此刻的状态很不对劲，原本白皙的皮肤上布满了诡异的黑色纹路，双眼赤红如血，手中握着一颗散发着幽幽紫光的珠子，正对着崖壁上的禁制念念有词。他在干什么？我在心底问道。他在破坏禁制。顾九幽冷哼一声，看来这死鱼还没对那女人死心，想把她放出来。不过他手里的那颗珠子有点意思，那是摄魂珠，魔修的东西。魔修？我心中一惊，灵修与魔修势不两立，这人鱼怎么会和魔修扯上关系？就在这时，崖壁上的禁制发出一声脆响，裂开了一道口子，人鱼脸上露出一抹狂喜，闪身钻了进去。跟上！顾九幽低喝一声，我屏住呼吸，悄悄跟在人鱼身后进了山洞。静思崖内部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，阴冷潮湿，越往里走，那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就越浓重。终于，我们来到了溶洞的最深处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瞳孔猛地一缩。只见苏荷正盘坐在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台上，原本那身洁白的衣裙已经变成了暗红色，不知是血还是别的什么。他的长发披散，脸上带着一种诡异而妖艳的笑容。在他的周围摆放着10几具妖兽的尸体，他们的鲜血汇聚成一个复杂的阵法，正源源不断地向苏荷体内输送着能量。而那头本该陪着他的白虎，此刻正奄奄一息地趴在角落里，原本光亮的皮毛变得干枯灰暗，仿佛被抽干了精气。荷儿，人鱼痴迷地看着石台上的苏荷，一步步走上前，献宝似的举起手中的摄魂珠。我带来了你要的东西，我带来了。苏荷缓缓睁开眼，那双原本清澈的眸子此刻竟变成了诡异的深紫色。他伸出手，指甲变得尖锐修长，轻轻接过了那颗珠子。做得好。他的声音沙哑而充满磁性，带着一种摄人心魄的魔力。只要有了这个，我就能彻底摆脱这具废物的身体，重获新生。他将摄魂珠一口吞下，轰！一股恐怖的黑色气浪从他体内爆发出来，瞬间将周围的妖兽尸体震成了粉末。人鱼被这股气浪掀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岩壁上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却依旧痴痴地笑着。荷儿，你好美。角落里的白虎艰难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恐惧和绝望。荷儿，不，你是谁？你不是我的荷儿。苏荷转头看向白虎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。小白，你不是说最爱我吗？既然爱我，那就把你的妖丹也献给我吧。说着，他猛地伸出手，隔空一抓，白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剧烈抽搐起来。一颗金色的妖丹正一点点从他口中被强行扯出。住手！我再也看不下去了。怒喝一声，从暗处冲了出来。苏荷动作一顿，转头看向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化作浓浓的嘲讽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师妹吗？怎么你也想来凑个热闹？苏荷，你竟然修魔！我厉声喝道。你就不怕被全族追杀吗？全族？苏荷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尖锐刺耳。等我吸干了这2只蠢兽，再把你这个所谓的天才吞噬掉，整个家族还有谁能拦我？到时候我就是唯一的王。顾九幽在我脑海中冷冷说道。阿青，小心点，这女人不对劲，她体内有个老怪物的残魂，之前的循环恐怕就是这老怪物搞的鬼。原来如此，难怪前2世不管我怎么选，那些兽人都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。原来不仅仅是绿茶手段，更是因为他体内藏着一个擅长魅惑和夺舍的老魔头，想吞噬我。我冷笑一声，
浑身灵力暴涨，摆出了战斗姿态。那就看你有没有一副好牙口了。找死！苏荷脸色一沉，猛地一挥手，一道黑色的魔气化作利爪，向我狠狠抓来。九幽，动手！好嘞！手腕上的黑玉镯瞬间碎裂，一条巨大的黑色玄蛇虚影在我身后冲天而起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迎上了那道魔气利爪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巨大的玄蛇虚影盘踞在溶洞上方，金色的树瞳冷冷俯视着下方的一切，仿佛来自远古的神明在审判蝼蚁。那一刻，我看到苏荷原本不可一世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他体内的那个老怪物显然是个识货的。在那股恐怖的血脉压制下，苏荷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，像是老鼠见了猫。虽然我听不到那老怪物在想什么，但从苏荷那惊恐到扭曲的五官来看，顾九幽的真身显然把他吓得不轻。顾九幽根本懒得废话，巨大的蛇尾裹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狠狠抽了下去。轰隆，整个溶洞都在颤抖，碎石扑簌簌地落下。苏荷慌忙祭出那一身魔气，试图抵挡，但在绝对的等级压制面前，那点刚吞噬来的驳杂力量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。噗！苏荷被一尾巴抽飞，像个破布娃娃一样砸进了乱石堆里，刚吞下去的摄魂珠都被打了出来，咕噜噜滚到了我脚边。就这点本事！顾九幽的声音在溶洞内回荡，充满了不屑。本尊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，原来只是个藏头露尾的鼠辈。我正准备上前补刀，却见倒在乱石堆中的苏荷突然诡异地抬起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无声的冷笑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他的手指微不可察地弹了一下，一道细若游丝、机不可见的黑芒混杂在溃散的魔气中，以一种极其刁钻的角度射向了半空中的玄蛇虚影。小心！我下意识地惊呼出声，但我只是个凡人肉眼，那速度太快了，快到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。半空中的顾九幽似乎僵了一下，虽然只有短短一瞬，但他那原本凝实的巨大虚影似乎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。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，然而下一秒，一声更为嘹亮的龙吟响彻溶洞，金光一闪，巨大的玄蛇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那条熟悉的小黑蛇，稳稳地落在了我的肩头。九幽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些紧张地看着他，伸手想去摸摸他的鳞片。顾九幽懒洋洋地甩了甩尾巴，避开了我的手，语气一如既往的欠揍。能有什么事？这种垃圾，本尊打他都嫌脏了手，倒是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痛打落水狗这种事还要本尊教你吗？见他中气十足，还能毒舌对人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看来刚才那一瞬的停顿只是我的错觉，或者是他变身后的正常反应。我转头看向瘫软在地的苏荷，眼中的杀意瞬间沸腾。不用你教，我脚下发力，身形如电，瞬间欺身而上，这一拳是替我自己打的。砰！蕴含着我全部灵力和肉身力量的一拳，结结实实地轰在苏荷的小腹上。啊！苏荷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整个人攻成了虾米，嘴里喷出一口黑血。这一拳是替那些被你害死的无辜兽人打的。砰！又是一拳，狠狠砸在他的脸上，直接打断了他的鼻梁。这一拳是替前两世那个蠢死的我打的。砰！最后一拳，我直接轰向他的丹田气海。随着一声闷响，苏荷的气息彻底萎靡下去，他就像一滩烂泥一样倒在地上，修为尽废，容貌尽毁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。不远处，那个人鱼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仿佛信仰崩塌了一般。角落里的白虎则是瑟瑟发抖，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恐惧。阿青，这时洞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父亲带着几位长老终于赶到了。看到洞内的惨状，尤其是感受到残留的魔气和地上的摄魂珠，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位长老惊呼道。我指了指地上的苏荷勾结魔修，修炼邪术，不仅残害妖兽，还企图吞噬白虎和人鱼。若非我和顾九幽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证据确凿，那一地的妖兽干尸和苏荷身上未散尽的魔气就是铁证。父亲深吸一口气，眼中闪过一丝痛惜，但更多的是身为族长的决绝与威严。他走到苏荷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曾经被他视如己出的养女，声音冷得像冰。苏荷，我待你不薄，你竟堕入魔道，残害同门，简直丧心病狂。苏荷艰难地睁开肿胀的眼睛，想要说话，却只能发出呵呵的声音。念在你父母当年的情分上，我不杀你。父亲背过身去，挥了挥手，传我令，废去苏荷所有经脉，将其终身囚禁于寒水牢，永世不得踏出半步。至于那个人鱼，助纣为虐，废除修为，逐出家族。几名执法弟子立刻上前，将死狗一样的苏荷和失魂落魄的人鱼拖了下去。夜深了，我带着顾九幽回到房间，他似乎真的很累，一回来就盘在枕头上不动了，呼吸比平时沉重了许多。我看着他紧闭的双眼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虽然他说没事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刚才那一战，他真的毫发无伤吗？我轻轻抚摸着他冰凉的鳞片，低声道：九幽，谢谢你。顾九幽没有睁眼，只是尾巴尖轻轻勾了一下我的手指，
像是在回应。苏荷被囚禁后，日子变得平静而忙碌。作为家族新晋的少主，我不仅要处理族中事务，还要应付那些见风使舵、纷纷上门拜访的旁支和附属家族。那个曾经对我爱搭不理的白虎，伤好后曾试图回来找我，说什么以前是被苏荷蒙蔽了双眼，现在才发现谁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我连见都没见他，直接让护卫把他轰了出去。这种墙头草，多看一眼都嫌脏。然而，在这看似顺遂的日子里，有一件事却像一根刺，始终扎在我的心头。顾九幽越来越嗜睡了。起初，我以为他只是为了恢复那一战消耗的灵力，可整整3个月过去了，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。以前那个整天在我脑海里毒舌吐槽、嫌弃这嫌弃那的傲娇蛇，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盘在我的手腕上，像个真正的黑玉镯子一样，一动不动。九幽，深夜，我结束了一天的修炼，轻轻戳了戳手腕上的小黑蛇，没有回应。它的体温比以前更低了，鳞片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光泽流转，反而透着一种死寂的灰败。我心中那股不安愈发强烈，我尝试着输送灵力给它，可我的灵力就像泥牛入海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他的气息却没有丝毫起色。别白费力气了！就在我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，脑海里终于响起了那道熟悉却虚弱的声音。顾九幽微微睁开眼，金色的树瞳显得有些涣散。本尊指示，困了，睡一觉就好。你骗人！我红着眼眶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你以前从来不会睡这么久。那天在溶洞里，那道黑芒到底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顾九幽沉默了片刻，随即轻哼一声：女人就是麻烦。都说了没事，不过是那老怪物的临死反扑有点阴损罢了，本尊需要花点时间慢慢化解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但我分明感觉到他在说这话时身体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。他在忍痛，这个认知让我心如刀绞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冲进了父亲的书房，翻遍了族中所有的古籍，试图寻找关于黑芒、神魂受损的记载。父亲见我如此疯魔，叹了口气，递给我一张烫金的帖子：阿青，别找了，有些伤寻常药物是治不好的。父亲神色凝重，这是云梦泽秘境的开启令。3日后，云梦泽开启，据说那里面生长着一种名为洗灵草的神药，可涤荡神魂，治愈一切暗伤。洗灵草，我眼睛一亮，一把抓过那张帖子，我要去。云梦泽凶险万分，不仅有强大的妖兽，还有其他家族的天才弟子争夺机缘。父亲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担忧。你确定要去？我必须去。我握紧了拳头，语气坚定。九幽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别说是云梦泽，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闯一闯。父亲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最终欣慰地点了点头。好，不愧是我女儿。既如此，爹便给你准备最好的法器和丹药。去吧，把那洗灵草带回来。回到房间，我把要去云梦泽的消息告诉了顾九幽。原本还在装睡的他立刻抬起头，语气急促不行。云梦泽那种地方也是你现在的修为能去的，那是找死。本尊不许你去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一边收拾行囊，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：你是我的契约兽，我是你的主人，主人要去哪里，还需要经过宠物的同意吗？你，顾九幽气结，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本尊这点伤死不了，不需要你去冒险。我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转过身，直视着他那双金色的眼睛。顾九幽，你听好了，我一字一顿地说道，前2世都是你在护着我，这一次换我护着你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希望，我也绝不会放弃。顾九幽怔住了，他看着我，金色的树瞳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似是震惊，又似是动容。良久，他重新盘回我的手腕，把头埋进身体里，闷闷地说道：笨蛋，要是死在里面，本尊可不会给你收尸。我笑了，轻轻摸了摸他冰凉的脑袋。放心吧，祸害1000年，我们都没那么容易死。3日后，云梦泽入口，各大修仙家族的精英弟子齐聚于此。非洲遮天蔽日，灵兽嘶吼声此起彼伏。我一身劲装，手腕上盘着伪装成手镯的顾九幽，独自一人站在人群中，周围投来不少打量的目光，有好奇，有不屑，也有敌意。毕竟苏荷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我现在可是这里的名人。轰隆隆，五彩斑斓的光门缓缓打开，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，秘境开了，冲啊！人群瞬间沸腾，无数道身影争先恐后地冲向光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住手腕上躁动的顾九幽，在心里低声道：九幽，我们走。哼，跟紧点，别丢了本尊的脸。随着一阵天旋地转，我踏入了这片充满了未知与危险，也充满了希望的土地。洗灵草，我势在必得。云梦泽内，古木参天，毒瘴弥漫，这里的灵气虽然浓郁，却夹杂着一股狂暴的气息。我刚一落地，便服下一颗避障丹，警惕地观察四周。往东走，脑海中响起顾九幽懒洋洋的声音，那边有一股不错的药香味，虽然不是洗灵草，但也聊胜于无。我依言向东行进，一路上凭借着顾九幽敏锐的感知力，我避开了好几处隐藏在沼泽下的致命陷阱。行至一片密林深处时，顾九幽突然出声示警停下，有人！我立刻顿住脚步，将身形隐没在一株巨大的蕨类植物后。前方不远处的空地上，几名修士正围着一株散发着紫色光晕的人参，神情贪婪。这紫云参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其中一人刚要伸手去摘，突然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从树冠上落下，速度快得令人啧舌。寒光一闪，
那几名修士还没反应过来，手中的法器便已被击落，那朱紫云身也落入了黑影手中。滚！黑影落地，显露出身形，那是一个身穿黑衣、面容冷峻的少年，手中握着一把漆黑的匕首，眼神如鹰隼般锐利，周身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杀气。那几名修士虽然心有不甘，但感受到少年身上那股恐怖的威压，只能恨恨地咬牙离开。少年收起紫云餐，并没有离开，他突然转过头，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向我藏身的地方。看了这么久，还不出来吗？被发现了，我心中一惊。这人的感知力竟然如此敏锐，连顾九幽都没能完全遮掩我的气息。既然藏不住，我索性大方地走了出来，路过而已，无意冒犯。我摊了摊手，示意自己没有恶意。少年打量了我一眼，目光在我手腕上的顾九幽身上停留了一瞬，眼中闪过一丝异色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你身上有伤？他突然开口，语气肯定。我愣了一下，我身上确实有些在试炼场留下的暗伤未愈，但这连父亲都没看出来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又说道：“你想找喜灵草？”这一次我是真的震惊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少年没有解释，只是转身向密林深处走去。跟我来，我知道哪里有。我站在原地，有些犹豫。这人来历神秘，我该信他吗？跟上去。顾九幽的声音突然响起，这小子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味道，有点像那个讨厌的白虎，但比那蠢猫纯粹的多。而且他对你没有杀意。既然顾九幽都这么说了，我不再迟疑，快步跟了上去。喂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追上他的步伐，好奇地问道。我们认识吗？少年头也不回，声音依旧冷淡。上一世你就过我？我什么上一世？什么就过他？我彻底懵了。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可是我怎么完全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就过什么人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困惑，少年脚步微顿，侧过脸看了我一眼，那双冷若冰霜的眸子里竟然闪过一丝极淡的笑意。第一世，我被魔猎追捕，逃到星屑洞附近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，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。第一世，我还年幼时，确实在后山救过一个灵雀，当时他伤得很重，我每天都偷偷拿父亲的灵药喂给他，只是后来我再去找他，他就不见了，我还伤心了好久。难道？我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冷峻的少年，你是小绿？少年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过头继续赶路，耳根却泛起了一抹可疑的红色。闭嘴，跟上！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想笑，心中的戒备彻底放了下来。这一世的走向似乎越来越有趣了，不仅有傲娇毒舌的上古玄蛇，还多了一只重恩报恩的修罗中雀。有了小绿，也就是夜影带路，我们在云梦泽简直如履平地。他似乎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，哪里有毒虫，哪里有沼泽，哪里生长着珍稀草药，他都一清二楚。半日后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幽深的山谷前。到了，夜影停下脚步，指着山谷深处，喜灵草就在里面，但有一只守护兽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山谷中央的一汪清泉边生长着一株通体碧绿、叶片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小草，正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喜灵草。而在喜灵草旁边盘踞着一只巨大的双头鳄龟，正呼呼大睡。那是5阶巅峰的玄甲龟，防御极强。顾九幽在我脑海里评价道，虽然笨了点，但皮糙肉厚，不好对付。我去引开它，你去采药。夜影言简意赅，说完就要冲出去。等等，我拉住他，太危险了，那是5阶巅峰妖兽。夜影回头看着我，眼神坚定。我速度快，他追不上。说完，他不等我反驳，身形一闪便冲进了山谷。喂，大王八，起床了！夜影一刀劈在玄甲龟的龟壳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玄甲龟被吵醒，勃然大怒，2颗巨大的脑袋同时发出怒吼，向着夜影咬去。夜影灵活地在乱世间穿梭，将玄甲龟引向了山谷另一侧。就是现在！顾九幽低喝一声，我不再犹豫，将灵力运转到极致，冲向那株喜灵草。近了，更近了！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喜灵草的那一刻，原本平静的泉水突然炸开，一条水桶粗的巨蟒从水中窜出，张开血盆大口向我咬来。这喜灵草竟然有2只守护兽，找死！手腕上的顾九幽瞬间暴起，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，狠狠撞向那条巨蟒。砰！巨蟒被撞偏了方向，重重砸在地上。我趁机一把抓住喜灵草，连根拔起，转身就跑。得手了！撤！远处正在溜龟的夜影看到我得手，身形一晃，摆脱了玄甲龟的纠缠，向我这边汇合。走！一人2兽配合默契，在那2只守护兽愤怒的咆哮声中，迅速逃离了山谷，直到跑出很远，确认安全后，我们才停下来喘息。我看着手中那株晶莹剔透的喜灵草，激动得手都在颤抖。九幽，有救了！顾九幽重新盘回我的手腕，虽然看起来有些疲惫，但语气依旧傲娇哼，算你运气好。夜影坐在一旁的树干上，擦拭着匕首上的血迹，看着我脸上的笑容，嘴角也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。这一世似乎真的不一样了。从云梦泽出来后，我的队伍里多了一个话少人狠的跟班。夜影拒绝了父亲给予的丰厚报酬，只说了一句我要跟着他，便理所当然的在我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安了家。而我在回到家族的第一时间，便闭关为顾九幽炼化喜灵草。喜灵草不愧是天地灵物，药力化开的瞬间，
顾九幽身上那股死寂的灰败气息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。虽然那道针对神魂的堕仙锁依旧顽固地盘踞在他体内，无法彻底根除，但至少那种时刻折磨着他的剧痛消失了。3天后，顾九幽终于从沉睡中苏醒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紧张地看着他。顾九幽慵懒地伸展了一下身体，鳞片重新焕发出黑玉般的光泽。他瞥了我一眼，尾巴尖轻轻勾了勾我的手心，还行吧？死不了了，不过要想彻底解决那玩意儿，还得靠你自己。靠我？废话！顾九幽翻了个白眼，本尊现在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修为越高，本尊受到的法则压制就越小，才有机会冲破这该死的锁灵咒。所以他突然直起身子，眼神变得犀利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修炼强度加倍，别以为拿到了洗灵草就可以偷懒了。我刚想感叹一下劫后余生的温情，瞬间就被这魔鬼教练打回了原形。于是我的悲惨生活开始了。每天天不亮，我就被顾九幽从被窝里拖出来，开始绕着后山负重跑。快点，没吃饭吗？这种速度连乌龟都跑不过。顾九幽盘在我头顶，不仅不帮忙，还负责开启全方位嘲讽模式。而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完，浑身像散架了一样瘫在地上时，一杯温度适宜的灵茶便会递到我嘴边。叶影蹲在我身边，手里还拿着一方干净的手帕，沉默地替我擦去额头的汗水。喝水，他言简意赅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，头顶的顾九幽就冷哼一声：“慈母多半，你就惯着他吧，到时候上了战场，敌人可不会给他递水。”叶影抬头，冷冷地看了顾九幽一眼，他累了。累？修仙本来就是逆天而行，怕累就别修。顾九幽毫不示弱地瞪回去。还有你，别整天像个保姆一样围着他转，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去把后山的妖兽清理一下，给他练手。那是我的事。叶影淡淡回了一句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，递给我。桂花糕，刚买的。我眼睛一亮，刚要伸手去接，啪，一条黑尾巴毫不留情地拍掉了我的手。吃什么吃？刚修炼完就吃这种甜腻的东西，灵气怎么运转？顾九幽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，去把这本隐气诀再背10遍。我欲哭无泪地看着地上的桂花糕，又看了看一脸冷漠却默默把桂花糕捡起来吹干净的叶影，再看看头顶那个不可一世的傲娇蛇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修罗场吗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日子就在这一蛇一雀的斗法中鸡飞雀跳的度过。顾九幽负责制定各种丧心病狂的训练计划，把我往死里练。叶影则负责在我练废了之后，默默地给我端茶倒水，按摩上药，顺便用那种你在逼他我就跟你拼命的眼神盯着顾九幽。在这期间也传来了一个消息，苏荷死了，死在了那个阴冷潮湿的寒水牢里。据说是因为他体内的魔功反噬，加上无法接受容貌尽毁、修为全失的打击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自己了断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正在演武场练剑，手中的剑稍微停顿了一下，随后又更加凌厉地刺了出去。前尘往事至此烟消云散。半年后，我的修为从筑基后期突破到了金丹期，成为了家族100年来最年轻的金丹修士。这一晚，月色如水，我坐在屋顶上，手里拿着一壶酒，叶影坐在不远处的树梢上，像个沉默的守护神。顾九幽盘在我的膝盖上，难得没有吐槽我，而是静静地看着月亮。九幽，我低头看着他，轻声问道：“我现在已经是金丹期了，离你冲破锁灵咒还有多远？”顾九幽懒洋洋地甩了甩尾巴，早着呢，起码得化神期吧？化神啊！我叹了口气，那还得好久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修炼的，争取早日让你飞升，重返上界。顾九幽沉默了片刻，突然转过头，那双金色的树瞳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深邃。笨蛋，你才笨蛋！我没好气地戳了戳他的头。我这么拼命是为了谁啊？谁稀罕飞升了？顾九幽把头扭到一边，声音有些闷闷的。上界那帮老东西无聊得很，整天勾心斗角，哪有这里自在？我愣了一下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逼我这么拼命的修炼？顾九幽转过头，定定地看着我，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。阿青，苏荷那样的事情不是个例。之前是苏荷入魔，之后呢？这个世界弱肉强食，只有你足够强，强到无人敢欺，强到哪怕魔族大军压境也能轻易取胜，本尊才能放心的睡个懒觉。他说着，别扭地移开视线，而且本尊可是上古玄蛇，契约的主人若是太弱，传出去本尊不要面子的吗？我看着他傲娇的样子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原来他逼我变强是为了让我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安身立命，守护自己的家族，哪怕有一天他不在了，或者他沉睡了，我也能在这个残酷的修仙界活下去。好，我吸了吸鼻子，笑着举起酒壶，为了你的面子，也为了我的小命，我会成为最强的。树梢上的夜影突然跳了下来，落在我们身边。他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顾九幽，难得的开口说了一句长话：“不用担心，就算他睡着了，还有我这把刀为你斩尽一切。”顾九幽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是先练练怎么不被本尊一尾巴抽飞吧。夜影面无表情地拔出匕首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看着又开始斗嘴的一蛇一雀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拉出3道长长的影子。修仙路漫漫，或许充满了荆棘与坎坷，但有他们在身边，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